起来就是。没事。不是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他是在帮你，他是孩子，你干嘛冲他发火，拿他撒气呀？你就算今天是个阿猫阿狗帮的你，是不是？你也得客气一下，跟人讲个谢谢吧。更何况她是你亲生女儿啊！你看看，给她吓成这样了，你老拉个臭脸，你为什么嘛？你管好自己就行了，别管在我头上。我是他舅舅，我不管谁管。舅，不是说你饿了吗？走，我们去吃面去。吃什么屎都吃饱了。姐，我跟你说，我忍了很久了，今天我真的要把这话跟你说清楚。我不吃，不吃。那我饿了可不可以啊？我没有钱买面，你带我去吃面去。走了，舅。好了，走了。你这个老妈气死我了！我跟你讲，我这脾气上来一般别人拦不住的，真的。要不是看在你面上，我跟你妈没完没了。又吹牛。其实舅舅不该跟你说这些的，我又忘了。哎呀，你就当我放个大臭屁好不好啊？啊？吃啊！哎，舅舅，你说，我都按照你说的了，去做了一个听话乖的小孩，为什么妈妈她还是不喜欢我？其实你妈没有不喜欢你啦，都怪你那个混蛋老爸，谁让你长得那么像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妈看到你，难免会想起他嘛，心情自然有时候就不好了。哎呀，都理解啦。可能又不是我的错。哎，你是小孩子，很多事情你不懂。等你老妈将来哪天把这心结放下了，自然会对你好的，相信我了。啊，吃面吧，很贵买的。你妈真的没有不喜欢你啦，你不信呐？我有证据的。你出生那天，我们走出医院，你妈当着我的面说，她不后悔生下你。真的？我跟你说，我要骗你哈，就罚我这辈子都红不了。我跟你说那天啊，天下着大雨，你妈一个人走在雨里，孤零零的，大雨淋湿了她的头发。你妈眼含热泪，仰天长啸。我不后悔，我真的不后悔。喂，吵什么吵啊？半夜不睡觉？对不起，你神经病啊你！你还想被迫呀？对不起啊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就不懂艺术，你对不起。你根本就是嫉妒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接着说啊，你想啊，你老妈肯定不是不后悔跟你老爸好吧？那自然是不后悔生下你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呀，你要放松心情啊。有一天呢，你老妈肯定会被你感动的，会加倍疼爱你的，相信我的啊。舅舅，你说是不是只要我乖，我听话，就能看见妈妈笑？当然，必须的。哎，对了，秀秀今天领了工钱，都在这儿。吃完面买新蜡笔去。好。耶。董事长回来了，麦平，董事长回来了。爷爷，哦，爷爷，爸，你怎么回来也不通知一声啊？好让平涛去接你啊。是啊，爸，有高秘书就可以了，我不想麻烦别人了。爷爷。乖孙女儿，告诉爷爷最近表现的怎么样？有份礼物在等着送给你。爸，小林啊，要代表他们学校去参加舞蹈比赛，大家都很看好他呢。是啊，爸，英国那边也说他学习程度好，寄了通知书，想让他入学呢。我想听孩子跟我说话，你们两个大人跟着抢什么呢？啊！
哦，难道小孩子的玩具你们也感兴趣？爸，瞧您说的。爸，对不起，是我们太心急了。你们心急的事儿也太多了点儿吧？高秘书，董事长，叶伟的礼物交给张妈。张妈，快谢谢爷爷，谢谢爷爷。看爷爷给你带什么礼物来了。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儿？那么不爱惜东西。算了，小男生调皮捣蛋是难免的，用不着责怪他。来，叶琳，这是爷爷送给你的礼物。好漂亮啊！你呀，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。爷爷先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爷爷。今天爷爷还有点事儿，不能陪你玩了。但是明天，咱俩可得好好杀一盘了。好。耶！有请著名红星于强闪亮登场，霹雳舞。哎，小飞，小飞，记着舅舅的话啊，以后不管遇到多困难的事情，都不要放弃。能坚持到最后的人，永远都不会输。舅舅，你知道我爸他在哪吗？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个？因为我想让爸爸给妈妈认个错，说不定爸爸给妈妈认了错之后，妈妈就不会再生我的气了。哎呀，当年他都躲着不见我们，我去哪儿找他？要是被我碰到呀，我当场掐死他，还能让他活到现在。舅，那你一定知道他叫什么名吧？你告诉我吧。哎，忘了这么久了，忘了。舅舅，哎，我跟你讲哈，不要再提这档事儿了，让你妈知道她会气死的。哎，走了。哎，小飞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有个好朋友啊，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，说一个超有钱的人家里啊，要办一个什么慈善晚会，需要给人家端盘子的人。我一听，那我去呀。我也要去。你去啊？可那天好像是你生日。没关系啊，我喜欢边过生日边赚钱，这样子也挺好的。哎，你个小财迷啊！这种话你能说出来？你太贪心了你。这样吧，舅舅答应你，想办法带你混进去啊，带你开开眼界。我们既赚钱又吃又喝，一举两得。好，也算帮我庆祝生日。舅舅再问你一次，舅舅帅不帅啊？那舅舅会不会红啊？但是呢，我知道我的舅舅一定会成为最红和最帅的大明星。好啊，你敢玩舅舅是吧？哎，拿过来吧！好，给你了，小家伙。哎，听不到啊！万萍姐，谈完了吗？是，董事长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爸，您喝茶，小心烫。想说什么就说吧，别站在那儿欲言又止的。我和平涛已经决定了，带着2个孩子去英国住。您不心疼我这个女儿，可是您最疼爱的叶琳，你也舍得让她离您那么远啊？这真要去了英国，1年可见不上几次面。这将来孩子要是跟您生疏了，
您可别怪我嘛。这是那个叶平涛要你来说的，啊？是因为我心疼叶林，就用这个方法来威胁我？爸，您为什么总是要误会平涛呢？他可是您的女婿啊。我们只是希望您能够栽培他，让他在公司谋个像样的职位，真有这么难吗？啊，难道您真的希望您女儿嫁的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草包？这是事实，不是吗？爸，当初你们嫁给他，我是极力反对的。可你用性命来要挟我，哦，说你肚里有他孩子了，你就必须嫁给他了。我这，不然这种空有外貌、一无是处的家伙，我是绝不会接受的。我都已经嫁他9年了，爸，您还提这些干什么呢？你说您现在年纪也大了，公司还有这么多的事儿，总得找个帮手吧？这将来我跟孩子们也好有个依靠呀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就不能看在这些事儿份上提携他吗？我没有给他机会吗？啊，曼平，你心里是最清楚的，他不是那块做生意的料。我知道平涛他人老实，不过我相信只要多锻炼几次，他肯定可以的。您说您对公司的员工都可以容忍他们犯错误，为什么对自个儿的女婿就这么苛刻呢？我该栽培的我都给机会，那不该栽培的，我何必让公司承受这些不必要的损失呢？爸，你出去吧，我这有事情还忙着呢。怎么样啊？爸怎么说？还不一样，说什么都不肯。我真不明白了，我可是他唯一的女儿啊！而你只在公司里当个小小的经理，这像话吗？说出去不让人笑掉大牙啊！小点声，让爸听到就不得了了。他都不顾我的感受，我也管不了这么多。你是怎么替这家着想的？他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打从孩子出事起，你就不止一次的跟我说，让孩子跟我姓杨，是爸他自己不肯。可孩子们出事到现在一直管爸叫爷爷，从来没叫过他外公啊。就冲着这点，他也该把你当成自己人吧？哎呀，是我自个儿不够好，没办法让爸信任。我看这样子吧，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去英国，说不定我们离开之后，爸会改变心意的，到时候我们再搬回来不就得了？好啦，别气了，气坏身子我会心疼的啊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他是在帮你，他是孩子，你干嘛冲他发火，拿他撒气呀？你就算今天是个阿猫阿狗帮的你，是不是？你也得客气一下，跟人讲个谢谢吧。更何况她是你亲生女儿啊，你看看。
她是杨曼平的女儿，是他们母女毁了我的一生，我根本不需要考虑太多。笑什么笑啊！你们这群臭男生，书包里跟装了石头一样。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这书包害得我跟蜗牛一样。把钱拿来，书包还给我们，还给我们！来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是故意的，谁叫你平时赚我们这么多钱啊？走！你是个笨蛋！你说我是笨蛋？我才不是笨蛋呢！我告诉你，我是笨蛋，我不是笨蛋。这群臭男生，下次我就让王老师检查你们的书包，统统没收你们的玩具，一个不留。哼！你胡说！我妈妈不可能给校长钱，我要你马上跟我妈妈道歉。我爸爸是不会骗我的。要不是你妈妈，参加舞蹈比赛的人就是我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跟老师说我们重新比赛，谁跳得好，谁就去参加比赛。老师们都疼你，他们才不会听呢。明明就是我比你跳得好，你只是有漂亮的舞衣、舞鞋，我不服气。你害不害羞啊？自己输了还不承认，还推别人啊？快起来！关你什么事？你又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。对，我就是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，但是连我都知道，叶琳她确实跳得比你好。如果让你去参加比赛的话，大家才不会服气呢。我现在就去告诉老师，叫他以后不准你出现在我们学校里。那我就说，你打人，还说家长坏话，你们，我，哼！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这是你的，还你，谢谢。我需要付你钱吗？哎，不用的，你真的误会了。我不是因为想赚你的钱才来帮你的，只是因为他实在太欺负人了。而且你真的跳得很好，真的。我也相信，就再比10次，我也会赢的。你腿怎么血了？没事的，我没事。怎么会没事？你到时候还要跳舞呢。这样吧，我妈她在厨房工作，那里有急救箱，我带你去擦个药。走。小心点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还不知道呢。我叫于飞，非常坚强的飞。妈，我来啦！于飞回来了。哎，王姨，宝贝儿啊，王姨今天给你们留了一份水果，我拿过来，你跟同一块吃啊。谢谢王姨。妈。哎，大呼小叫干什么？你看我在忙吗？妈，跳芭蕾舞的叶琳同学来了，她腿受伤了，我来带她包扎一下。阿姨好。你好。飞啊，去拿急救箱，我来给你们同学上药啊。我来。叶琳同学娇贵，不像于飞，受伤习惯了。再说我学过护理，还是我来吧。
于飞，还不快去把急救箱拿过来！快坐下。谢谢阿姨。小心啊，来，慢点啊。我去洗个手。擦药了啊。点酒是这样的啊，忍一下就不痛了啊。回去以后啊，酱油之类的东西要少吃，要不然伤口的颜色就会变深的。你说你的腿这么漂亮，要是落了疤就不好了。好了。谢谢阿姨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我送你。你小心一点，别摔倒了。于飞再见。小心啊。哎，叶琳，你的东西忘了。这么漂亮的鞋子，别在厨房里弄脏了。谢谢阿姨。于飞，那我走了，再见。慢点啊。我警告你啊，以后不许跟叶琳来往。为什么？人家是千金大小姐，你高攀不起这样的朋友。于月，你别这样说话，你伤了孩子。这是他的命，他迟早要懂。别妄想着跟有钱人做朋友，我可供不起花钱的事情。总之，以后离他越远越好。有钱人了不起啊？不就两个小朋友在一起玩玩而已吗？有必要防得像洪水猛兽一样吗？你这个妈呀，真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哼！舅舅，为什么妈妈对叶琳那么好？叶琳的伤口都是妈妈帮她擦的，而我的伤口都是汪姨帮我擦的。哎，我哪知道你妈怎么想的呀？总之，你妈那脑袋呀，早被雨淋坏了。为什么我妈坏话？哎呀，你还跟我急？啊，好，不说了，行不行？小东西，我发现我再怎么疼你，好像都比不了你妈在你心里的位置啊。哎，于飞，舅舅去片场探个朋友啊，去探个班，你附近先玩一玩，我一会儿来找你，好不好？哎，书包。哎，舅舅看起来怎么样？很像刘德华。哎，别走远啊。叶琳就要参加比赛了。有志者事竟成。老师们、同学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“有志者事竟成”。高尔基说过。加油！你吓死我了！
我就知道你在这里。听你同学说你在背演讲稿呢，吃饭没有啊？背稿子都来不及了，还怎么吃饭啊？喏，给你带的。谢谢，也只有你会想到我了。可惜都是一些青椒和萝卜，怕你不喜欢。没事儿。对了，这些作业是他们明天要的，我都跟他们说好了，1份1块钱，你放心吧，他们不会赖账的。哇，这么多！辛苦啦！于飞，你真聪明，什么事都能想到办法来挣钱。我也只会在挣钱上动动脑筋了，哪像你啊，会读书，连这么贵的学校都会让你免费读，多好啊！有什么好的？什么比赛都得参加，还必须得拿名次。早知道，我就不来这里上学了。可是比赛多好呀！我可是盼着比赛好久好久了呢。不过现在有一个画画比赛轮到我了，我开心死了呢。你吃吧，我画画。高尔基说过，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，他的财力就发展得越快，对社会的帮助也就越有益。于飞，你好了没有啊？我们该走了啊。马上。哎呀，开心啊！我外甥女儿今天过生日，还要跟我去有钱人家里端盘子，这工作好啊！哎，这以后咱们家既有给人做饭的，又有端盘子的，一条龙服务啊，家族事业。干嘛？就知道你爱画画，你也有天分。哎，就打个包票啊，就以后拼命赚钱，供你学画画，咱成为大画家，咱有出息。咱不能一辈子是不是当那种端盘子的小熊孩啊？啊，走走。妈，我走了。出息。交。你确定？爷爷老是骗我，我不会上当的。我确定。好，你确定？好，你将军。我又要说了，爷爷，我们重新来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小年纪有这个体力就不错了啊。哎，叶小姐，太太要我提醒你，钢琴是要再练练的，练完以后准备梳头发换装。知道了。你去吧。爷爷，你今天晚上也来参加我们的慈善晚会好不好？这样子你也能看到我的表演。今天还是我生日呢。爷爷当然想参加这个晚会了，但爷爷不喜欢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晚会。你还小，你听不懂爷爷说话的意思啊？我懂，爷爷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来参加晚会的人都不是真心要帮助人的，也不是真心要帮我庆祝生日的，只是找这个理由来玩的，对不对呀，爷爷？
你爸爸妈妈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，就是生出你这么个聪明女儿。你说你，你像谁你？嗯？大家都说我像爷爷呀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么大的房子要多少钱才买得起呀？不过没关系，等舅舅成了大明星，也买他3栋。啊，3栋？为什么？你1栋，你妈1栋，我1栋。笑什么笑？还不快点去搬东西！快！算了。到了英国以后，一定要好好读书。啊，我这些事业将来全依靠你了。啊？不是还有弟弟吗？哎呦，爷爷看人看了几十年了，很少看错呀。这个叶伟呀，哼，他是把你爸爸妈妈的缺点遗传个十足十啊，不足依靠。你的妈妈这辈子要真想过好日子，将来也就指望你了。我会的，爷爷。听好了，到那儿一定好好学习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！不要叫爷爷失望啊！拉钩。好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哎呦。童话故事里的城堡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？有这样的大庭院，里头还住着公主，公主弹着钢琴，有爱她的父母。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公主？擦干净点，今天养祖孙女的生日，大家麻利一点啊，麻利一点。再擦。你发什么呆呀你？啊，你当自己小公主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不干活没钱拿的啊！走，干活去。哎，当心！来了，哎。欢迎欢迎！哎呀，张董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欢迎欢迎！好久不见啊！杨董事长怎么没见他来啊？啊，他老人家不爱热闹，说交给我跟曼萍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个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嗓子越来越是谁呀？太乖巧了，谢谢，我敬你们一杯。哈哈，哎呀，你还是这么的豪爽啊！哎，算了，还是甜点比较重要。谢谢啊，谢谢，慢走啊。欢迎啊，欢迎。服务员，服务员。哎，岳经理啊，你们安正集团的舞会啊，办得好盛大呀！谢谢，谢谢。这位小姐，您想来点蛋糕吗？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小飞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么，快吃吧。好吃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，舅，你快尝一口，好吃。不是，我在里面都快吃吐了啊！你吃吧，吃吧。我跟你讲哈，舅舅以前可
可是生活在上流社会的，而且我有一个英文名字，叫做waiter。胡吉祥，等我啊。小飞，坏了，剧组那边托我去拍戏，要不这样吧，等晚会结束，我托一个朋友送你回去。舅舅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。等妞妞红了以后，舅舅一定让你过上有钱人的日子，像他们一样。然后这个蛋糕我们每天都吃，我们吃一个扔一个，好不好？那我走了。舅舅啊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不好意思啊，曼平到现在还没下来，我去催催他。你们聊，不好意思啊。还不急，谢谢。给我点点心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说说啊，杨董事长连这么盛大的晚会他都不肯来参加，还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他女婿啊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一个没身份、没能力的穷小子，就靠这张脸才娶了杨曼平。这种驸马爷，皇帝怎么会喜欢？哎，也是啊。哎，我说你舅舅实在也是太过分了，是当初他问我要这份工作的，现在他说走就走了，你让我怎么办你？对不起，他不是故意的，干什么在这大呼小叫的？不是告诉过你们了吗？今天晚上是一场重要的晚会，千万别出错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我们出了点小状况，我正在处理。叔叔，对不起，我舅舅他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他是真的有急事才走的。我愿意替我舅舅把这些事情都给干完，我不收钱了。你少说话！你一个小孩有什么办法能帮我们办完？陈立班，你搞什么？今天来的客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啊，我是千叮咛万嘱咐的，绝对不能够出错。你安排这么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孩子过来，怎么，连你也不把我放在眼里是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，还不快点把他赶走！啊！快点走啊你！对不起，我会替我舅舅工作的。爸，有话好好说，何必把脾气都发在这孩子身上？更何况你今天晚上举办的是慈善晚会，这样会让人家笑话的。让这孩子待着吧，别撵他走了。如果有人问起来，就说他是我特地邀请来的贵宾，这样就更符合今天晚会的目的了。小朋友，想吃什么？让那领班给你拿，别饿着。谢谢爷爷，真的不用了，因为刚刚我已经偷吃过了。我现在只想帮我舅舅把这些事情给干完。好，你放心，你舅舅的工资1毛钱都不会少，而且你得接受我的邀请，出席这场宴会，怎么样？真的？刘曼，啊，别忘了我刚才说的话。啊，跟曼平说一声，这家里太吵了，我出去走走。等晚会结束了，我再回来。爸，来，快点啊，抓紧啊！等会儿。不哪儿，我来了。好的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吧？你搞什么？你再晚一点，导演就要换人了。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呀，我哪知道你们会临时改通告啊！少废话，筹备的怎么样了？熟着呢，我演给您看啊。不是怎么着，小子啊，连我们家小姐都敢惹呀啊！你找死吧你！少姐，你先走，别管我，记得让老爷替我报仇。什么？
机灵点啊，待会一会儿要试戏呢。谢谢副导。为了小飞，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。